问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一般情况、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生活史和家族史。首先是一般情况，是指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婚否、民族、职业、籍贯、工作单位和住址等等，这样便于与病人联系随访，获得与病情有关系的资料。一般情况通常对地方病、职业病、传染病和老年病以及妇科病诊断最有意义。第二，也是问诊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询问病人的主诉。什么是主诉呢？主诉通常是医生问病人第一句话：“你哪里不舒服呀？”病人的答案就是主诉的内容。主诉是指病人最感痛苦的症状和体征以及持续时间。下面我们从3个方面来解释。其一，最感痛苦是指病人这次看病时最感痛苦的症状，也就是最需要医生优先解决的症状，而不是所有不舒服的表现。因为最感痛苦表明病人来看病的时候疾病的主要矛盾。我们知道每一个病人都有美好的愿望，希望全身的病症都能够一次性的被医生治好，但是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病人在看医生的时候要清楚此次看病最需要医生优先解决的症状是什么。比如有一个病人，他既有高血压的病史，也有糖尿病的病史。高血压病会出现头痛，糖尿病会出现口干口渴等等这些症状，但一直控制的比较好。现在来看病，他主要是以发烧、鼻塞、流鼻涕为最痛苦的症状，所以此次看病最痛苦的症状就是发热、鼻塞、流鼻涕，而不是他的头痛、口干等等这些症状。其二，最感痛苦的症状和体征。其中症状是指的病人自己感觉的不舒服和痛苦的表现，它指的是病人的主观感受。比如头痛、全身酸痛等就是症状。病人如果不说他头痛、全身酸痛，医生是不可能知道他有头痛或全身酸痛的，这种主观感受就是症状。体征是指的医生通过检查能够发现的异常的真相，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即使病人不说，医生也可以通过检查而发现的，这就是体征。比如发热就是体征，病人即使不说他发烧，但是医生可以通过体温探测而发现病人在发烧，所以发热就是体征。症状和体征都是属于病人的病情资料，统称为症状。其三就是持续时间。通常我们在询问病人的不舒服的症状时，一定要问这些症状持续有多长时间了。比如持续有几天、10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等等。对持续时间的询问，这对于判断疾病的病情非常重要。比如有2个头痛的病人来看病，其中一个病人的头痛反复发作10年，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病史，每一次血压一高，头痛就会发作，但是他吃降压药，头痛就会缓解。另外一个病人的头痛只发作了1天，同时伴有发热、怕冷的症状。根据头痛的持续时间和间症，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那个反复发作10年的头痛，可能是因为高血压病引起的头痛，病情比较重；而头痛仅仅只有1天，伴有发热、恶寒，可能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头痛，病情比较轻。所以疾病的持续时间对于判断病情非常重要。综上所述，医生在询问主诉的时候，要问病人最感痛苦的症状、体征及持续时间。而对于病人而言，告诉医生自己的主诉，就是要告诉医生自己有哪一些最不舒服，并且要告诉医生这些不舒服有多久了。比如说上述这个病人，最感痛苦的症状为头痛、全身酸痛，体征为发热，持续时间为3天，加重1天。那么这个病人的主诉就是发热、头痛、全身酸痛3天，加重1天。主诉是判断疾病的主要矛盾之所在，
可以初步的判断病变的部位、病变的性质以及病症的范畴和类别，还可以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主诉必须是最痛苦的症状和体征，而不是全身的症状。第二，主诉不能用诊断术语，比如高血压病5年，或者感冒5天，或者肾阳虚、心气虚等等，这些都属于诊断术语，不能在主诉中使用。为什么主诉中不能使用诊断术语呢？因为病人诉说的疾病的诊断术语，比如高血压病、心脏病、肾虚症、心虚症等等，并不一定是准确的，有相当一部分诊断是病人自己的臆断。诊断必须由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病情资料来综合分析，最后做出判断，而不是病人自己说自己得了什么病。第三，主诉通常是1到3个症状和体征。第四，主诉要精简，不能超过20个字。所以这要求医生要非常简洁地去询问和描述病人的主诉，而且也告诉病人，在向医生诉说病情的时候，首先应该告诉医生哪一些最不舒服的表现是需要医生这一次优先解决的。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几个网络咨询的病案。第一个病案中描述植物神经失调、失眠、忧虑、焦虑、强迫等等。这个病案中还描述有脾胃虚寒、肝功能比较差、上火等等。这些病情的描述中用了太多的诊断术语，这些诊断有部分自相矛盾，而且患者给出的所谓的诊断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诊断，是不是准确还不一定。所以病人在描述病情的时候，最好只描述自己有哪一些不舒服的表现，至于到底诊断什么病，应该交给医生来做判断了。第二个病案，我有浅表性胃炎，有的医生说是脾胃虚寒、气血亏虚，这些也是用了诊断术语。他所谓的脾胃虚寒、气血亏虚是什么症状呢？他一句话都没有描述，所以他所说的脾胃虚寒、气血两虚，这些诊断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三个病案，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人描述他体内肝火旺，而我问他肝火旺到底表现什么呢？他说头发油，他以为头发油就是肝火旺引起的，病人自己下的诊断其实并不准确。最后一个病案，病人腰痛10年，他的主诉描述倒是非常的简洁扼要，也很准确，但是他后面围绕着主诉描述的现在症状基本上没有，这都不利于医生的诊断。除了主诉之外，我们还要询问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现病史。问现病史是问从起病到此次就诊时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治疗的经过。它主要包括问发病的情况，问病变的过程，问诊治经过和现在症状等等内容。问发病情况是指询问发病的时间的新久、发病的原因和诱因、疾病的最初症状及其性质、部位、当时曾经做过何种处理等等。问发病的情况，主要是对辨别病因、病位、病性是非常重要的依据。问病变过程，一般是按照疾病的时间先后顺序去询问出现的症状、性质、程度、变化情况以及是否规律等等。问病变过程，主要是为了了解疾病的邪正斗争情况以及疾病发展的趋势等等。问诊治经过，主要是要询问病人做过什么检查，以及检查的结果，有没有做过什么诊断，以及诊断的依据是什么，做过哪些治疗，治疗药物又是什么，治疗的效果及反应如何。问诊治经过，对于当前诊断和治疗具有参考的作用。现病史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问现在症状。现在症状是指的病人就诊时，也就是现在所感到的痛苦和不舒服的症状，以及病情相关的全身情况。问现在症状，
通常先询问病人的主症的特征，包括病变的部位、病变的性质、病变的程度、诱因以及发作的时间等等。其次就是要询问与主症有关的间症，以及全身的情况，比如饮食、口味、睡眠、大小便等等。现在症状是疾病现阶段病理变化的客观反应，是医生诊病辨证的主要依据。问现在症是问诊的主要的内容，在历代医家中都非常的重视。明代的医家张景岳在总结前人的问诊经验的基础之上，编成了《十问篇》，而清代的陈修元稍作修改，写成了《十问歌》。这10问歌的内容是：1问寒热，2问汗，3问头身，4问便，5问饮食，6胸腹，7聋8渴俱单便，9问旧病，10问因，在兼服药参机变，妇女犹避问经期，食宿必奔皆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练。十问歌言简意赅，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临床实践中，仍然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灵活的询问，不能够千篇一律、机械的套问。问诊的第4个内容就是记完史。记完史就是要询问病人的平素的身体状况，以及过去曾经患病的情况。因为病人的既往状况对于现在患病有一个初步的诊断，比如原来身体比较健壮，现在患病通常可能会是实症；原来身体虚弱，现在的病变通常以虚症为多。阴虚体质的人，病变容易感受温燥之邪，所以热症为多；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以寒症为多。既往患病的情况，也就是过去曾经患过何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是否有预防接种，有没有对食物或其他药物过敏，是否做过何种手术治疗等等。患者的既往健康或者是患病状况，都可以与现患病有一定的关系，故对分析和判断疾病的病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问诊的第5个内容就是个人生活史，主要询问病人的生活经历、精神的情志、生活起居、饮食嗜好以及婚姻、生育等等，这对于分析和判断病情有一定的帮助。问诊的第6个内容就是家族史，主要是询问父母、爱人、子女、兄弟姐妹及接触密切的人的健康状况和患病的情况，以及直系亲属的死亡的原因等等，这对于诊断传染病和遗传病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某女35岁，教师，平素急躁易怒，上太息，半年前开始反复出现胃胀胃痛，进食后胃胀痛比较明显，伴有嗳气反酸，自服西药，胃胀痛稍微能够缓解。3天以前，患者在工作中与同事争执，胃胀痛再次发作，嗳气反酸明显，使气频频，不思饮食，胸胁胀满，上太息，口干舌淡红，苔薄黄，脉弦。患者既往体健，否认有家族史。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出，问诊的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就是女性35岁，教师，主诉胃胀痛反复发作半年，加重3天。现病史，半年前反复出现胃胀胃痛，进食后胃胀痛明显，伴嗳气反酸，自服西药，胃胀痛稍能缓解。3天前，患者在工作中与同事争执后，胃胀痛再次发作。现在症状：胃胀痛、嗳气反酸明显，使气频频，不思饮食，胸胁胀满，上太息，口干。既往史：身体健康。个人生活史：患者平素急躁易怒，上太息。家族史：否认有任何的家族史。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问诊的内容。以上是学习问诊的概述的部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